不得不说一句，这还真是一个多事之秋。刚进入11月，美国就接连动作，似乎加快搞事的步伐。11月4日，环球网报道，美国中情局 CIA 局长威廉·伯恩斯已经于11月2日秘密访问了俄罗斯，并在接连2天之内和俄方多位高官进行了会谈。对此，俄方公布的消息称，双方讨论的是美俄关系何去何从。说实话，需要指出的是，在伯恩斯访俄前，俄罗斯媒体发表了一篇文章，说的是美国接连得罪中国和俄罗斯，是打着要双线作战的念头，并且奉劝美国如此作为就是找死。俄媒援引了不少俄罗斯专家的说法，基本上都是不看好美国，认为美国必输无疑的，甚至其中一个专家还明确表示，美国双线对抗中国必然会助使中俄加速进行真正的军事同盟。那么 CIA 局长如此罕见的秘密访问俄罗斯，难道真是俄罗斯专家一句话给提醒了吗？所以这次直接来缓解美俄关系？其实不然，因为其一，美国第6舰队在美国伯恩斯秘密访问俄罗斯的时候，却在边陈兵黑海海域，派军舰前往黑海和北约的舰队一起进行联合训练。要知道，俄罗斯可不仅仅只是跟美国关系不好，和北约的关系更不好。前不久才发布了类似断交的宣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这次如果是打算用针对中国的手段来针对俄罗斯，那还真是打错算盘了。要知道，普京可是曾经放话，如果没有了俄罗斯，那还要世界干什么的狠人。其二，记得上一次美国 CIA 局长秘密访问阿富汗，谈的是希望美军全面撤出阿富汗一事可以延缓最后期限。当时伯恩斯本身其实是和阿方现当家人有渊源的，这回去俄罗斯，难道还能和克格勃出身的普京打交道吗？而且伯恩斯上次出手就是以失败告终，这一次难道会例外？其三，在 CIA 局长伯恩斯访问俄罗斯的时候，俄罗斯的副外长里亚布科夫却明确公开表示，如今美俄关系比冷战时的危机还要危险，因为那个时候双方还有一系列的明确框架和规则维护局势，而且现在美国驻俄的外交人员数量非常低，不仅基本外交无法维持，就连基本的领事服务都做不到，比如签证的发放一类的。也就是说，其实俄罗斯也不看好两国之间的关系有所好转。那么问题来了，伯恩斯访俄是要干嘛？据分析人士推测，伯恩斯不是来求和的，但也不是来打仗的。毕竟不管是和俄罗斯做朋友还是做敌人，对美国来说都得不偿失。所以伯恩斯是来试探俄罗斯底线的，因为只有俄罗斯不发飙，美国才能继续拉拢欧洲。对此俄罗斯应该也很清楚，不然俄副外长不会放下两国关系十分危险的狠话。近期来，随着中国实力的逐渐强大，美国就开始肆意的针对中国的发展了。他们将中国视为对美国霸权的威胁，从各方面针对中国，想要遏制中国的发展。然而，在这样的背景下，澳大利亚作为美国的忠实小弟，跟着美国的脚步，对中国的干扰也是不少的。而且，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在反华的道路上一直都是非常积极。近日，莫里森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演讲时，一再提起中国，引起了媒体的广泛关注。据相关消息报道，近日莫里森在联合国气候大会上多次提起中国，还声称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大于澳大利亚，并且把应对气候问题说成了应对中国。这样的举动引起了各界媒体的广泛关注，因为从莫里森的反应以及举动中可以看明白他的内心所想。如果不是时刻都想着怎样应对中国，也不至于口误说错话。对此，有相关分析人士认为，莫里森还是太把自己当回事了，处处针对中国，想和我们作对，忘了自己有几斤几两了。明知道现在的中国实力很强大，在很多领域难免有求于中国，但还要为了博取美国人的注意，想方设法地制造出一些反对中国的动作。这种行为是极其愚蠢的，因为美国只会注重利益，在他们眼里从来没有友谊这一说法，而美国能从澳大利亚得到的利益并不会很多，所以澳大利亚终究有一天会被美国踹走。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莫里森这样的行为，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都看不下去了。据消息报道，该媒体发文直言，莫里森对自己国家的碳排量轻描淡写，对中国却大放厥词，拿中国的碳排放总量来和澳大利亚的总量来做对比，这简直不可理喻。因为世界各国都知道，中国有14亿人口，而澳大利亚只有2500万人，不比人均排放量却要比总量，这足以见得他有多无知。此外 ABC 还直言，莫里森这样的行为就是在逃避和推卸责任，为了证明澳大利亚的碳排放量低和在全球变暖问题上澳大利亚的责任小，就不断扩大对中国碳排放量的言论，还习惯性的强调中国在气候变化中是主要角色，这其实就是为自己没有做出积极减排的承诺而不断的找借口。总之，我们奉劝莫里森要看清局势，不要一再的触碰中国的底线了。现在的中国是澳大利亚惹不起了，如果想把自己的国家推向断崖，那莫里森大可试试。
10月中下旬以来，越南在南海的小动作开始越来越频繁。据报道介绍称，在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越南在相关岛礁上的非法扩建工程进展迅速。其中最典型的表现是，几艘挖掘机已经在岛礁的西南段挖出了一条很明显的航道，长达650米。谁都清楚，越南这一举动在南海地区意味着什么。但是令人十分困惑的一点是，单凭越南的力量，能够在这一地区掀起多大的风浪？从越南军队的装备来看，军中的武器大多是2战以及冷战时期的老式武器，这也就表明越南的军队并不具备最基本的信息化作战能力。另外，军费投入不足也导致越南军队长期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细说海陆空三军的状况更是惨不忍睹。从这一角度来说，越南根本毫无底气在南海干这档子事，唯一的解释是越南的背后有人在帮忙提供底气。不用想也知道，这个国家就是美国。在美国看来，越南在印太地区具有重要的地理位置，这一点决定了美国要拉拢越南，将其作为在印太牵制中国的马前卒。当然，还有更为严谨的数据证明美越南海勾结升级的可能性。据悉，与越南非法扩建行为同频的是美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据我国最新的一项统计资料表明，今年以来，美国明显加强了在南海地区的军事行动。10月份以来，美国空军总共在南海上空进行了多达52次的侦察飞行。与此同时，美舰在该地区的联合军演活动也相应的有所增加。距离最近的一次是美日双航母在南海进行联合演习活动。数据显示，今年美军舰艇在南海的活动频次较去年而言几乎是翻了一番。一般而言，对于美军的这类行动，我们都会将注意点放在示威挑衅上。但是从现在来看，美军的用心或许比这还要险恶千万倍。为域内国家提供对抗底气，也是美军行动的一个重要目的。不过，即便是越南与美军南海行动同频相呼应，他们也注定在南海掀不起多大的风浪。俄罗斯媒体就高调支持中国，表示中国会夺回来美国想要夺走的一切。为了证明这一结论的真实性，俄罗斯还举了一个真实的案例：50年前，美国费尽心思阻止中国重返联合国，而50年后，这一阴谋不仅没有成功，还间接助推了一个在联合国发挥更多主导作用的中国。而美军现在勾结越南在南海行动，其根本目的是要遏制中国崛起。显然，中国崛起无法被阻挡，这是大势所趋，任凭美国再怎么想夺走都无用。就在美国国内深受疫情、通胀、供应链危机的时候，美军又在外做了一件离谱的大事儿。美国已经陷入癫狂，彻底暴露盎萨人的本性。近日，伊朗德黑兰时报报道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阿曼湾成功阻止了美国劫持油轮行动。报道称，美军试图把油轮逼向一个未确定的地点，并将船上石油转移到另一艘油轮上，企图盗走这批石油。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迅速出动直升机，放下士兵，控制了这艘油轮，并将其驶向伊朗领海。美国的行动失败了，但五角大楼发言人约翰·科比却是另一个说法。他表示，伊朗此前在阿曼湾国际水域非法扣押并登上一艘商船，美国海军对此进行密切监视，并非夺取油轮。伊朗非法登船并将其扣押的行为公然违反国际法，破坏商业航行自由，因此美军行为完全合法，似乎就是怕美国狡辩。随后，伊朗还公布了这场惊险交锋的视频。事发时，伊朗士兵搭乘直升机直接登上一艘油轮上，同时还有数艘小型快艇包围，还有一艘小型双体船将油轮和美军舰艇隔开。登上油轮的伊朗士兵用机枪瞄准美军军舰，美舰开始减速。美军还不死心，随后还出动了2艘阿里伯克级驱逐舰以及直升机，打算用封锁路线的方式再次拦截油轮。在伊朗革命卫队的努力下，美国最终还是没能得逞。值得一提的是，在5月份的时候，美国能源信息署曾公布美国3月份石油进出口数据显示，美国在3月平均每天从伊朗进口33000桶原油，总计约100万桶。然而，早在2018年，美国就对伊朗原油进出口进行制裁，还不允许任何国家从伊朗进口原油。而美国这批所谓的进口原油，其实是从伊朗那抢来的。在2月份，美国在阿联酋海岸扣押了一艘伊朗油轮，并将船上200万桶石油卖了，获利1.1亿美元。前有美军在叙利亚偷油偷小麦，后有在波斯湾打劫石油，谁能想到这种事儿是在2021年发生的？美军的行为完全就像海盗。究竟是谁在公然违反国际法，破坏商业航行自由？这些海盗披着所谓维持国际秩序的外衣，在世界上到处杀人越货，制造混乱抢劫。美国已经完全不在乎自身国际影响，这也给我们提了个醒。在去年9月份的时候，美国商业内幕曾透露，美国海军陆战队在南海演练拦截敌对船只，不合格的外国船只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第31海上远征部队的海上突击队拦截。
然后他们拘留了敌对力量，并收缴了非法武器。美媒还强调，这是一条主要运输路线，估计有3万亿美元的贸易通过南海，海底还有数十亿桶未开采石油。以伊朗为教训，随着中美博弈愈发激烈，未来海陆和空中运输安全将是我们需要保护的重中之重。但美国要真敢这么做，那离掀桌也不远了。